如何才能玩到杰斯？这个高分局公认的物理系运营终点。阵容摆出来很简单，4个外交官，4个双星战士，9人口多一个摇摆位。这个位置上谁呢？很多情况会是魏，他是8人口吃战士装的过渡卡，在确保能将他身上整套装备转移的前提下，可以丢掉换本页提到的其他卡，比如安贝萨也2星，但是只有1套战士装，那可以丢魏，装备拆给安贝萨。伊费的巨魔是9人口最具性价比的干拉单挂卡，2格斗加给全队加100血，给主坦蜘蛛加坦度，还可以给船长偷1件装备，除非有2星5费或6费卡带装备，不然不好轻易替换。鬼术妖姬勒弗兰是优质单挂卡，他的技能产生的额外真实伤害算作独立城区。兰博是优势局的上线卡，8人口没有位置上，需要满装加多轮进化才能发挥出超强战力。3维卡特殊情况下有奇效，最好捡点垃圾或吃个偷偷，不要把整套战士装都给到他，不是一张值得托付的可靠的 C 位。第2张杰斯，如果前后排杰斯同时存在场上，那么他的庄子既加攻速又加护盾，即便是其中一个已阵亡，另一张杰斯复活的庄子也有双重效果。6费卡梅尔或者维克托，伟大无需多言，区别在于维克托不吃装备，梅尔要吃启动装或法装。沃里克和塞维卡是一个类型的卡，锦上添花的搅屎棍，吃一点垃圾装备，不会把唯一的一套战士装给他。对于团队的提升来自祖安怒兽羁绊，吞噬生命值低于 15% 的敌人，并为自身回复400点生命值和50法力值。9人口理想的构筑长这样。站位方面，蜘蛛左3或右3对位对手关键后排一侧，庄子给到杰斯、安贝萨加攻速，安贝萨有夜刃才占第一排。过渡装备表，物理后排装和前排坦克装优先，期望最终成型时主 C 杰斯满装，主坦蜘蛛或盖伦满装，杰斯一启动加2输出。后期有多的物理后排装可以将破甲弓优化给船长。杰斯装备即便没有特别完美，也能打出很高输出，所以装备合成以过渡为主，只要阵容能成型，能见到2星杰斯，哪怕带羊刀分裂都能接受。蜘蛛是最终吃肉的主坦，后期控制才是王道。4双型3防装的2星蜘蛛能开2次技能，那就值得把盖伦的装备拆给他。散件优先级是大件全套腰带攻速，比较消化不了锅和铲，转职对于这个阵容的提升也不大。S 级装备里偷偷强在能给双型战士带，可以根据偷的装备调整他们的位置。迫于过渡或烂装备合成的 B、C、D 级法系装，后期有敲就敲，没敲就给娜美。阵容简单，那什么难呢？难点1， 8人口处理。牌怎么上？8人口固定6张卡，盖伦、安贝萨、娜美、小炮、斯维因、普朗克，开出4外交官、2双型、2法师、2征服者。没有杰斯的时候上最常见的飞机加卫，卫在有一套完整战士装时优先级很高，他和安贝萨谁2星谁吃装备。地牌的时候伊利斯也要留，当飞机或卫质量较低时可以换他们任意一个。质量较低的情形是指没有2星或没有装备。如果8级来了1张杰斯怎么办？可不可以直接开4双型？可以，只有2星大卫满装且装备没有办法转移时，即安贝萨没有2星，无法直接上4双型，其余情况皆可杰斯加蜘蛛换库奇加卫。那杰斯带不带装备呢？如果是比较正确的爆的装备，如龙刀无尽轻语，可直接给1星杰斯。如果是比较尬的装备，如羊刀红 buff 分裂，则2星船长在8人口先带装备。4双型2星船长输出约等于2星飞机。装备分配也是8人口处理的一大关键，肉装谁带？之前只玩外交不玩双型的朋友可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但是不是永远都盖伦吃装备最合适。首先看星级，谁2星谁吃肉装，其次看装备类型。同等质量下，如果是兵甲、头盔、免卫等不那么适合盖伦的装备，则优先给斯威因或伊利斯带。如果是传统肉装，如龙牙、反甲、新之刚救赎等，则优先给盖伦带。输出装谁带？2星杰斯大于2星飞机约等于4双型2星船长约等于1星杰斯。如果是1星杰斯和2星船长，则看装备类型。无尽死亡之刃等正经物理输出装则更倾向于直接给杰斯。羊刀、分裂弓等便利过渡的装备则先船长带着，上9之后根据野怪或选秀补给再调整装备。8人口还有一个难点是对于局势的判断，什么局能上9？优势局，如大连胜近4阶段，有经济有血量，场面有2星船长或乌鸦等质量能换怪，就可以8人口小弟上9。最低配置要求是4外交加2星船长、2星乌鸦，输出装给船长，肉装给1星盖伦。如果有一套战士装，则需要找到2星卫或安贝萨带装备。
常规局还要低多少，主要看再低下去的提升是什么。带装备的牌总要2星吧？什么局不能上9？过渡失败的局，如启动前只剩40血，拿3战力8级版命，上8人口最强版面，抽到4费卡全2星再停手，在此期间留一留船长和乌鸦，有条件顺手追一个3星，即4外交加乌鸦，船长加飞机，喂，上9补一张卡牌。第二大难点是早期过渡，怎么连胜？基本功，围绕2星强势单卡做装备，拓展羁绊，每波都问一问有没有更强的上法。二阶段有铁血征服者或城邦补经济时，会考虑2-5之前激进的拉5。不能连胜的局怎么办？1. 开摆，拿延迟战力或经济类强化符文，先走连败，不刻意卖强卡的对子，养经济的同时保留转连胜的可能性。2. 3阶段地卡，利用2阶段连败的经济在3-2搜10块钱以内，注意利用好每波刷新商店里出现的卡，提质量确保3阶段换怪。刚刚提到3-2搜卡的情况，这里提供一个在部分版本适用的偏门思路：6级跳9级，即6级搜卡提质量转连胜，8级不搜直接上9的一种玩法。为什么可以这样做？中期有支撑，乌鸦、船长在3阶段具有统治力，同时4阶段的换怪能力不输4费卡。经济有托底，中期连胜经济加4征服者，可以赚回搜卡的成本。100层征服者给的小妮蔻还有助于做出3星3费的上限。9级有终点，在30血左右上9后搜到1张杰斯，补齐阵容即有足够的锁血强度。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做？推荐在有征服者羁绊的前提下，尤其是有4征服者，判断搜卡有显著质量提升，有助于3阶段过渡时考虑搜10块以内，如以下常见组合。其中乌鸦、船长、瑞尔等带装备的卡听牌时，这套阵容对开局的奇遇是有一定偏好的，更喜欢发钱发装备的奇遇。有助于快速上9或培养多个 C 位的，如金克斯的河蟹局、沃里克的战争财宝局。不太适合的有梅尔，辛苦连胜宝的血量在4阶段2波就被先收菜的人入没了。塞维卡发奇数数量的锅或铲就裂了，外面也容易出怪物。杰斯外面一定有梦魇或威尔莱或列拉塔断节奏，不利于中期的过渡。强化符文方面，金色、彩色除超模强化外，偏好能帮助连胜的装备类、经济类强化。具体看本局需要补什么，如穷局就拿经济，给经济的局就补装备。银色的比较值得说到，黑铁资产、百宝袋这种比较适合场面有质量打连胜时考虑。休眠断炉、运力不足等延迟战力适合不太能过渡时沉淀一下。特殊理解： 1. 火爆甩卖无脑拿。 2. 备战席只在3-2有优势时拿去变3星船长或乌鸦或者5费卡。 3. 健康就是财富，在有前排带装备乌鸦时能很快提款，能快速提款的健康就是财富就是很强。最后是关于异变的选择，除非停留在8级，不然不在要被优化的卡身上拿异变，如飞机或卫。比较推荐的有这些，大部分是盖伦的血量类坦度强化，另外震撼登场给副坦很好用，其他的是一些强化输出的异变中比较优秀的，比如剔除弱者、翻盘故事等。感谢你的点赞和投币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